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当天晚上，我家炸了锅，因为爸爸的朋友并没有接到弟弟，弟弟就这样离奇失踪了。奶奶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：“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弟呢？”我眼冒金星，脸上被打的地方很快红肿起来，可我就是咬紧牙关说我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。你个骗子，你骗我！你竟敢这样对我！电话里传来了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声，可下一秒又发出凄厉的惨叫。快走！我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，电话戛然而止。很快我就收到了弟弟手机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是一条视频，弟弟灰头土脸，被人驱赶着往前走，可他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？他阴狠地盯着旁边的男人，突然弟弟猛地窜起，一口咬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，他用了狠劲，男人措手不及地被扑倒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他从男人的脖子上咬下一块皮肉，弟弟咧嘴笑了，可还没等他笑太久，电击棒就打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被电得惨叫连连，不断抽搐了起来。短信里还有一句话，想要赎回他，交赎金500万。妈妈听到弟弟的惨叫声，连忙抢过我的手机。当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，双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奶奶踉跄了一下，屁股一下子就坐在地上，整个人瘫软无比。你弟怎么会被拐走了？你说话啊！我妈发了狠似的朝我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却依旧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奶奶突然大吼一声：“行了，现在救回小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他们三人脸色阴沉难看，一夜未睡，正在商量着如何救回弟弟。而这一晚我无人打扰，睡得格外安逸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手机里又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弟弟朝着周围怒吼着，他似乎想像在家里对待我们一样，想将那些人治得老老实实。可他忘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奶和妈妈了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一脚就踹在弟弟胸口，弟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咳嗽了几下，哇地吐出一口血沫和牙齿，他的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男人用力地踩在了弟弟的手上，然后碾压了几下。小兔崽子，到了这里还这么不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弟弟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连外头的我爸妈都听到了。他们冲了进来，抢过我的手机。看到视频里弟弟凄惨的模样，我妈眼泪狂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奶奶气急攻心，竟双眼一闭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但这时爸爸和妈妈都已经没空管他了，倒是我好心的将奶奶扶起，给她吃了药。爸爸拿着我的手机拨通了弟弟的电话，接通的是一位带有口音的中年男人。爸爸怒吼着：“你们赶快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笑声：“报警是吧？那你报一个试试。”接着电话挂断，不一会手机里又收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棒球棍，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腿上，接着便是弟弟歇斯底里的惨叫。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怎么样，还想报警吗？想要赎回他，赶紧打钱。”妈妈看后崩溃地对我爸说：“小杰的腿断了。”说完，我妈突然抄起一根木棍，对着我边打边骂：“废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看住他，你弟弟怎么会被拐跑？”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，好在最后我爸阻止了他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们要赶紧筹钱，可是我爸借遍了所有的亲戚，根本没人愿意帮忙救我弟，甚至有的朋友还嘲讽这是罪有应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竟然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这天晚上，我本想找爸妈要回我的手机，可不料却听见我妈正在打电话：“大哥，我们就这么多钱了，要不然我把我女儿卖给你，用她交换小杰怎么样？求求你了。”对方也不傻，这样也可以，但必须要等你女儿到了缅北，我才能放人。要是敢耍什么花样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。电话刚挂断，奶奶恶毒地说道：“你早就该这样做了。”爸爸有点犹豫，可是妈妈补充道：“没事，老公，你喜欢女儿还可以再生。”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。吃过晚饭，奶奶竟然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零食，妈妈也主动给我削苹果。突如其来的爱让我有些感动，可我却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偷偷在粥里放入了安眠药。他们三人喝过粥后，不一会便沉睡过去。然后我在妈妈那拿回了自己手机，给弟弟发了一个短信：“女儿不卖了，我们三人准备去陪弟弟，你安排车来接我们吧。”并把地址发了过去。接着我拿走了他们攒的所有积蓄，离开了这个家门。